结婚5年纪念日，楚行止与苏颜可在微博公然秀恩爱，我们灵魂相契的永恒之恋。我轻声询问他为什么偏偏要在今天发，他敷衍一笑，答道：“这日子让你难忘，你要是不开心，他就高兴了。”我默不作声，转头用大号点赞转发，并在下面留言祝福。没想到这帖子竟然飞快地红了，然后没过多久就被苏颜可删了。没多久，楚行止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。我就是想让他开心一下，你至于弄得满城风雨吗？你这小心眼真难看。电话那边话还没说完，我这边手机屏幕又亮了，是苏颜可发来的照片，俩人抱一块儿对着镜头亲嘴，明摆着是给我添堵。要是以前，我可能早就跟他闹翻天了，但这次我懒得管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清晨，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，懒洋洋地洒在我的脸上。我正享受着这份宁静，楚行止却带着一脸不悦闯进了家门。林以堂，你看看这餐桌怎么又弄得这么乱？他的声音里满是责备，显然他的洁癖症又发作了。我放下手中的书，抬头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哦，我待会儿会收拾的。”说完，我继续我的事情，起身走向洗漱间。你总是这样，说了也不听。楚行止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带着几分无奈和不满，但我没理会，径直关上了洗漱间的门。等我出来时，餐桌已经恢复了整洁，楚行止正站在一旁，脸色虽然缓和了些，但依旧能看出他的不满。他注意到我手上的红酒瓶，眉头一皱：“你昨晚喝了多少？10瓶？你这是在借酒浇愁吗？”我轻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：“没有，就是突然想尝尝我们酿的红酒，味道还不错。”楚行止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咽了回去，转而说：“我去给你买点海鲜粥，再煮点醒酒汤。你胃不好，别喝太多酒。”我听着他的话，心里明镜似的。他的关心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控制，而非真心实意的关怀。我点了点头，没说什么，心里却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。没过多久，苏颜可的微博就热闹了起来，一张楚行止为他煮海鲜粥的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我瞥了一眼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这戏码真是老套又无趣。楚行止带着他买的海鲜粥回来了，我接过外卖，打开一看，里面除了白粥还是白粥，连根海带的影子都没有。我抬头看向他，眼神中带着几分戏谑：“这就是你的海鲜粥？”楚行止一愣，随即有些尴尬地说：“哦，那个，我忘记加海鲜了，下次注意。”我放下勺子，认真地看着他：“楚行止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一碗海鲜粥就能解决的。你的关心我感受到了，但我也清楚那里面有多少是真心，多少是控制欲。我们都需要坦诚面对彼此，而不是用这些表面的东西来掩盖问题。”楚行止的脸色沉了下来，不满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。“林以堂，你矫情什么？我就是想对你好，你怎么就不领情呢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保持冷静。矫情，或许吧，但我只是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建立在真诚和信任的基础上，而不是靠这些虚假的关心和控制来维持。如果你真的想对我好，就请尊重我，理解我，而不是一味地按照你的方式去对我好。楚行止哽了哽，理亏找不到话来反驳我，干脆转头去煮醒酒汤了。厨房里，楚行止正忙着为我煮那所谓的醒酒汤，水咕嘟咕嘟地响着，
蒸汽缭绕中，他的身影显得有些模糊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机震动起来，屏幕上闪烁着苏妍可的名字。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，故意用那种腻得能滴出蜜来的夹子音，大声念出了信息内容：行止哥哥，昨晚的粥真好喝，谢谢你哦，下次还想喝你亲手做的。楚行止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手中的勺子猛地一抖，汤汁溅了出来。林以堂，你故意的！他怒视着我，声音里压抑着怒火。我无辜地眨眨眼，笑道：哎呀，我只是好奇嘛。苏妍可妹妹的信息，我当然要帮你看看啦。他再也忍不住，猛地一挥手，旁边的盘子应声而落，碎片四溅，不偏不倚地划过了我的脚背。一阵刺痛传来，我低头一看，鲜血已经渗了出来。你，楚行止显然也愣住了，他没想到会弄伤我，但随即又被我激怒，吼道：林以堂，你够了，每次都是这样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忍着痛，冷笑一声：我想怎么样？我倒是想问问你，对苏妍可那么温柔体贴，对我怎么就只剩下愤怒和不耐烦了？楚行止的脸色更加难看，他显然晕血，眼神开始有些恍惚，但还是强撑着说：你别胡说八道，先处理你的伤口。处理伤口？我看你还是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。楚大少爷，我讽刺道，随即不理会他的反应，自己一瘸一拐地去找医药箱。他见状，似乎想要跟上来帮忙，却又因为晕血而犹豫不决，最后只能站在原地，焦急又无奈地说：林以堂，你先喝醒酒汤，我送你去医院。去医院？我看你还是先担心你的醒酒汤吧。我边说边推了他一下，想避开他的靠近，结果手一滑，那碗滚烫的醒酒汤直接泼在了他的手上，瞬间起了几个水泡。楚行止痛地倒吸一口冷气，但这次他没有骂我，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。算了，我们都冷静一下，去医院吧。我和楚行止并肩走在医院的走廊上，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闯入我们的视线。苏妍可，她正和一位医生交谈，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。当她看到我们时，眼神瞬间变得意味深长，仿佛是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挑衅。她故意加快步伐，走到我们面前，亲昵地挽起楚行止的手臂，声音甜美的能滴出水来：行止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是陪林小姐看病吗？楚行止的身体微微一僵，但并没有立即挣脱，只是淡淡地应了一声：我看到这一幕，胃里顿时翻江倒海，恶心感直冲喉头。我紧紧咬住嘴唇，努力不让自己失态，但脸色已经苍白如纸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先走了。我低声说，转身想要离开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。然而，胃痛和脚上的伤让我步伐踉跄，我不得不扶住墙，干呕起来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被全世界抛弃了。林以堂，你怎么了？楚行止终于开口，但他的语气里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关心，反而带着一丝责备。你是不是又在装模作样？我抬头对上他复杂的眼神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没有，我虚弱的辩解，但声音几乎被自己的干呕声淹没。苏妍可在一旁幸灾乐祸地笑着，仿佛在看一场精彩的戏码。哎呀，林小姐，你没事吧？需不需要我帮忙叫医生？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假惺惺，让我更加恶心。不用你管，我怒吼一声，试图推开她，但身体的不适让我力不从心。以堂，你冷静点。楚行止试图安抚我，但他的手却轻轻按在我的肩膀上，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。
让我进去。我指着不远处的卫生间，声音里带着哀求。我只想找一个地方，让自己静一静，整理好情绪。但苏颜可却故意挡在我的面前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。林小姐，你这样子可不太好看哦，不如先回去休息吧。让开！我几乎是咆哮着说出这2个字，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。那一刻，所有的理智和忍耐仿佛都随着苏颜可的倒地而崩溃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但情急之下，我确实失去了平衡。他就这样被我推得踉跄几步，摔倒在地。林以堂，楚行止的声音尖锐而愤怒，他几乎是瞬间冲到我面前，没有给我任何解释的机会，就用力地将我推倒在地。那一瞬，疼痛从四肢百骸传来，我的心更是如坠冰窟。你向颜可道歉，他低吼着，眼神里满是对我的厌恶和愤怒。我抬头对上他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，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悲凉。我为什么要道歉？难道就因为他是你的？我话未说完，就被他打断。够了，别再说了。楚行止的眼神仿佛能杀人，他紧握着拳头，似乎在极力克制着什么。我冷笑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但我没有让它落下。楚行止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凭什么要求我道歉？还有你身上的香水味，真是让人恶心。话音刚落，我就忍不住干呕起来，那是对楚行止背叛的生理反应，也是对苏颜可挑衅的极度厌恶。楚行止愣住了，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脸色变得复杂起来。他试图靠近我，想要安慰我，但我的反应却更加激烈。别碰我，你让我觉得恶心！我大声喊道，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他。他被我推得后退几步，脸上满是震惊和懊悔。以堂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……他语无伦次，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。只是什么？只是你爱上了苏颜可，所以就可以这样对我吗？我冷笑着，泪水终于忍不住滑落。楚行止沉默了，他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过了许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：“我带你去看医生，你的脚伤需要处理。”不用了，我冷冷地拒绝。你的关心，我受不起。他闻言，愤怒再次涌上心头。林以堂，你别太过分了，你以为我想管你吗？要不是……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似乎意识到有些话说出来只会让情况更糟。要不是什么？说呀，继续说。我挑衅地看着他，心里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够了！楚行止终于爆发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指着我说：“林以堂，我们离婚吧，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。”我看着他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站在医院冷白的灯光下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行，我们离婚吧。我的声音平静而坚定，每一个字都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后说出的。他猛地一怔，随即愤怒涌上他的脸庞。你说什么？你疯了吗？我从包里抽出一份文件，那是1年前我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。封面上离婚协议书5个大字显得格外刺眼。这不是冲动，也不是玩笑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想法，只是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。楚行止接过协议，手指微微颤抖，他难以置信地望着我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？你一直在等我提出吗？不，我摇了摇头，我只是在给自己留一条退路，但现在看来，这条退路我必须走了。他的眼神里交织着愤怒与不可置信，仿佛试图从我脸上找到一丝犹豫或后悔，但很可惜，他找不到。林以堂，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？我没有在玩把戏。楚行止，我直视他的眼睛，语气中不带一丝犹豫。
我已经受够了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，受够了你的冷漠和背叛。现在，我只想结束这一切。这时，苏颜可适时地插了进来，她轻轻挽起袖子，露出手腕上那一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划痕，眼里含着泪光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行止，你看，林以堂他够了。苏颜可，我打断他的话，不愿再听他的任何狡辩。你的戏码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楚行止看向苏颜可，又转向我，眼中的疑惑更甚。林以堂，你真的不再爱我了吗？我苦笑着摇了摇头。爱，或许我曾经爱过，但现在那份爱已经被你的冷漠和背叛消磨殆尽了。楚行止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。他闻言，愤怒与失望交织在一起，最终化作一声冷笑。好，林以堂，你既然这么决绝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但你必须向严可道歉，为你的行为负责。我望着他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哀。道歉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没有做错任何事，错的是你们。楚行止的眼里似乎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，只有苏颜可的影子在晃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平复内心的波澜，但腹部的剧痛却如潮水般袭来，让我无法忽视。不会的，我喃喃自语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我几乎是踉跄着冲进洗手间，颤抖着手解开衣扣，摸着我的腹部。我可能怀孕了。这个消息对我来说既是震惊也是恐慌。我从未想过在这样的时刻会有一个小生命悄然降临。我愣在原地，泪水无声地滑落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我不能这样拖下去，我告诉自己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我迅速挂号，做了血检，等待的过程漫长而煎熬。当医生告诉我结果，先兆流产时，我仿佛被雷击中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你需要住院保胎，情况不是很乐观。医生的话语在耳边回响，但我却仿佛置身事外，无法思考。我冷静下来后，思考了很久，这个孩子生下来也是个错误。于是我预约了流产术，决定独自面对这一切。我完成了住院手续，心中却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我告诉自己，这里将是我重新开始的起点，而不是逃避的终点。5天后，当我以为自己可以暂时远离那些纷扰时，楚行止的出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他推门而入，脸上写满了不耐烦，仿佛我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麻烦。林以堂，你为什么不接我妈的电话？你以为这样拖着就能解决问题吗？我抬头迎上他的目光，没有退缩。楚行止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不是接不接电话就能解决的。他愣了一下，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直接。你说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离婚吗？我平静地说出这句话。离婚协议书早就给你了，你什么时候签？他脸色微变，试图用轻松的语气转移话题。以堂，你先别冲动，我妈今天炖了补汤，催我们回去喝呢。离婚的事，我们改天再谈，好吗？我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我点了点头，答应了他的提议。好，我跟你回去。但是，楚行止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这次我不会再让步了。他松了一口气，似乎以为我已经放弃了离婚的念头。放心吧，以堂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我轻轻一笑，但那笑容里却藏着无尽的苦涩和决绝。当我踏入老宅的门槛，喜庆的氛围迎面而来。婆婆兴高采烈地宣布，她将提前庆祝60大寿。这本该是全家欢聚的好日子。然而，当我看到苏颜可也在宾客名单上时，心情瞬间沉重起来。楚行止见状，
立刻投来质疑的目光，低声责问道：“林以堂，你又在玩什么把戏？为什么苏颜可会在这里？”我瞪了他一眼，心中五味杂陈。楚行止，你凭什么认为这一切是我安排的？苏颜可的出现，难道不是你们两人高调行为的结果吗？婆婆热情地迎了上来，拉着我的手，嘘寒问暖。那份温情让我暂时忘却了心中的不快。然而，当苏颜可带着笑意，手持一份礼物走向婆婆时，我的目光瞬间变得锐利。阿姨，这是我为您精心挑选的礼物，希望您喜欢。苏颜可的声音甜美，却让我心中警铃大作。婆婆的表情并不如预期中那般喜悦，反而显得有些冷淡。我心中疑惑，直到苏颜可将那幅画展开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那幅画正是我为婆婆准备的生日礼物，上面还有我亲手写的祝福语。楚行止，我猛地转身，怒视着他，声音因为愤怒而颤抖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做？这是我准备给妈的礼物。”楚行止的脸色变得难看，他试图辩解：“我只是觉得颜可送的礼物更合适，更合适。你这是偷窃！”我打断了他，心中的愤怒如火山般爆发。你凭什么用我的东西去讨好别人？场面瞬间变得尴尬无比。楚行止的脸涨得通红，苏颜可则是一脸羞辱和不可置信。婆婆更是气得浑身发抖，她愤怒地看向楚行止：“行止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！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？”楚行止还想辩解：“妈，我只是……”住口！婆婆猛地给了她一个耳光：“你简直是忘恩负义！林以堂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，你心里有数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对他？”我心中一酸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也毫不留情地给了楚行止一个耳光，声音决绝而坚定：“楚行止，你记住，你今天所做的一切，我都会铭记在心。我们之间的婚姻到此为止。”在那片混乱与震惊交织的氛围中，我终究还是忍不住，手指颤抖地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警察的到来给这场家庭闹剧增添了几分严肃与正式。“警官，我要报案，我家中价值500万的艺术品被盗了。”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静而清晰，但内心的愤怒与委屈却如同潮水般汹涌。警察迅速展开了调查，但当他们询问到画作归属时，楚行止却突然站了出来，一脸理所当然地说：“那幅画是我给苏颜可的，不是偷的。”我愣住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楚行止，你胡说什么？那幅画是我为妈准备的生日礼物，怎么就成了你的了？”我怒视着他，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将我吞噬。警察面面相觑，显然也对这突如其来的转折感到困惑。苏颜可在一旁，脸色苍白如纸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最终忍不住哭泣着跑出了老宅。楚行止却没有去追他，反而转向我，语气中带着一丝哀求：“以堂，就算你对我有不满，也别迁怒到颜可身上。她只是个无辜的女孩。”她的话让我彻底糊涂了，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：“楚行止，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是我被背叛、被欺骗，你却在说我在为难他？你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很可笑？”就在这时，婆婆突然从房间里冲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叠照片，狠狠地摔在楚行止面前：“你看看这些，再看看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蠢事。”婆婆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我低头一看，那是一叠苏颜可的不雅照片，每一张都清晰地揭示了她的真面目。楚行止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他颤抖着手拿起照片，一张一张地翻看，
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和痛苦。这怎么可能？他喃喃自语，仿佛被雷击中了一般。我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有解气，有快意。处刑旨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我冷冷地看着他。婆婆令人把苏颜可请了出去，对着往来的宾客赔罪，才将这次闹剧结束。婆婆的命令如同一道沉重的枷锁，将我与处刑旨紧紧束缚在一起。而她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早日抱上孙子，把他绑到林以堂的房间，让他好好反省，别再给我惹是生非。还有，那药得给他用上。婆婆的声音在耳边回响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我对婆婆的望孙心切感到既无奈又无语。处刑旨显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几次冲进浴室，用凉水冲刷着身体，试图抵抗那股莫名的燥热与冲动，但药物的力量终究还是战胜了他的理智。他踉跄着向我走来，眼中闪烁着混沌与欲望。处刑旨，你清醒点！我试图唤醒他的理智，但显然无济于事。看着他一步步逼近，我心中的恐惧与愤怒交织在一起，最终化为一股力量，让我毫不犹豫地一脚将他踹下了床。你疯了！他怒吼着，试图再次起身，但我已经操起一旁的台灯，毫不犹豫地砸向了他的头部。他闷哼一声，倒在了地上，失去了意识。我迅速将他绑好，确保他无法再做出任何伤害我的举动。坐在床边，我望着他那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庞，心中没有半点同情。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。当他再次醒来时，眼中满是委屈与不解。林以堂，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们是夫妻呀，他质问道。夫妻？我冷笑一声。处刑旨，你扪心自问，你配得上这2个字吗？你背叛我，伤害我，现在还想强迫我？他沉默了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与懊悔。第2天，当我们准备离开老宅时，我再次拿出了离婚协议，准备结束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一张从我包里掉落的纸吸引了处刑旨的注意。他捡起一看，竟是我怀孕的化验单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震惊地看着我，手中的离婚协议仿佛变得千斤重。他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以堂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这个孩子是我们的，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弥补我的过错。我心中冷笑，表面上却故作温柔地点了点头。是的，处刑旨，我怀孕了，这是我们的孩子。他猛地抓住我的手，激动得几乎要把我拥入怀中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下妈终于可以放心了，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完整的家了。他的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，却丝毫没有察觉到我眼底的冷漠与算计。我顺势而为，假装感动地依偎在他肩头，心中却已盘算好了一切。处刑旨，我也希望我们的家能完整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他立刻停下脚步，认真地望着我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，我都答应你。我要你远离苏颜可，彻底断绝与他的关系。而且，这个孩子出生后，我要确保我的地位，我要永远是江太太。我提出了我的条件，每一个字都经过精心考量，既满足了我的报复心理，又为他设下了陷阱。处刑旨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点头答应。我答应你，以堂，从今以后，我的心里、眼里都只有你和孩子。我会尽我所能，给你和宝宝一个幸福的家。看着他那张因喜悦而扭曲的脸庞，我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这个孩子将是我对处刑旨最致命的报复。
即使他已经不在人世，但他的存在将永远成为楚行止心中的一根刺，提醒着他曾经的背叛与无知。没过2天，我就找了律师，想清算我和楚行止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。但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律师告诉我，夫妻共同财产早已所剩无几。这一刻，我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寒意。楚行止，他竟如此决绝，悄无声息地转移了我们的财产，仿佛我们的婚姻在他眼中一文不值。我紧握着那份财产清单，手指因愤怒而微微颤抖。但很快，我冷静下来，心中生出一股更强烈的斗志。好一个楚行止，既然你想玩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表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开始与他过起了那所谓的幸福生活。他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开始加倍努力地弥补，每天推掉工作，早早地回家陪我。那份撕碎的离婚协议仿佛是他决心的象征。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，从早到晚，细致入微，仿佛要将过去的亏欠全部补偿给我。以堂，我知道我过去做错了很多，但我真的想重新开始。我想和你一起重新创造我们的家。他深情地看着我，眼中满是真诚。我微微一笑，那笑容里藏着太多他看不懂的情绪。好啊，那我们就重新开始吧。我轻声回应，心里却已经盘算着如何在这场游戏中占据上风。他带着我重温那些曾经承诺过的地方，从海边日出到山顶星空，每一个场景都仿佛在提醒我们曾经的甜蜜与梦想。他慷慨地为我购买珠宝首饰，每一件都价值不菲，但我知道那不过是他用来买我暂时安心的手段罢了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他还开始学习厨艺，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各种美食。看着他忙碌的身影，我不得不承认，他确实在努力，但这份努力却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决心。一次产检，他陪在我身边，温柔地抚摸着我的肚子，眼中闪烁着对未来的憧憬。以堂，你说我们会不会有一对龙凤胎？那样就太完美了。他轻声说道，语气中满是期待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心中却五味杂陈。龙凤胎，他倒是贪心，连孩子都不在了，还在这许愿。我冷笑一声，没有回答他，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去，不再看他那张充满幻想的脸。楚行止，你的愿望太美好了，可惜现实往往比你想象的残酷得多。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着，同时也在为接下来的计划做着准备。自从那次产检后，楚行止的种种行为让我愈发看清了他的真面目。他以为他的演技足以瞒天过海，却忘了女人的直觉往往比任何证据都要敏锐。某天，阳光正好，我独自坐在阳台，享受着片刻的宁静。突然，一阵细微的谈话声打破了这份宁静。那声音来自楚行止的手机，他竟在视频通话，而对方正是苏颜可。我屏住呼吸，努力不让自己的存在被发现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颜可，你放心，我这边都安排好了，孩子出生后，我一定会让他认你做干妈的。楚行止的声音温柔而坚定，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。我冷笑，原来他所谓的深情不过是逢场作戏，原来他送我的珠宝不过是廉价的货，而苏颜可却能轻易得到他的真心与真品。我转身离开阳台，心中已有了计较。晚餐时，我故意提及了珠宝的事情，想试探他的反应。楚行止，你送我的这些珠宝，我好像在杂志上看到过类似的，不过价格似乎……我故意欲言又止，
观察着他的神色，他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镇定下来，笑容依旧温暖。哦，那个呀，是我在国外一个小众设计师那里定制的，可能跟大牌有些相似，但意义不同。他解释的滴水不漏，但我知道那不过是谎言。我没有拆穿他，只是淡淡一笑，心中却已是一片冰冷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他更加努力地扮演着好丈夫、好父亲的角色，设计儿童房，参加月子中心课程，研究辅食菜谱。一切看似那么完美，但我知道那不过是他为了掩盖真相而编织的谎言。而他对于苏妍可的安排更是让我彻底寒心，他竟然真的打算让苏妍可成为我们孩子的干妈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讽刺和侮辱。处刑旨，你觉得这样真的合适吗？我终于忍不住，再一次他提到苏妍可时质问道。他愣了一下，随即露出那副惯有的温柔笑容。以堂，妍可她是个很好的人，我相信她会是个好干妈的。好干妈？我冷笑，恐怕在她心里，这个位置本应是她的吧。她沉默了，眼中闪过一丝愧疚，但很快就被坚决取代。以堂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只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，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。我在心中冷笑。那天，楚行止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显得格外焦躁，不时传来的锅碗瓢盆碰撞声，夹杂着几分不和谐的音符，仿佛在预示着什么。我站在客厅，远远地看着他，心里明镜似的，却故意装作不知。终于，他停下了手中的活计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走到我面前，神色中带着几分不安。以堂，我想和你商量件事。我轻轻挑眉，语气平静的仿佛能滴水成冰。什么事？他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开了口。妍可，她快过生日了，我知道这可能会让你不舒服，但她最近情绪不太好，抑郁症又犯了。她跟我说，希望我能陪她过一次生日，作为最后的告别。我闻言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却没有直接回应，只是静静地等待他接下来的说辞。他似乎看出了我的不满，急忙解释道：以堂，你相信我，我心里真正爱的人一直是你。对妍可，我只是年少时的不甘心和对他的愧疚在作祟。我想通过这次机会跟他彻底说清楚，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了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心中五味杂陈，他的眼神里似乎有着几分真诚，但多年的伤害与背叛又让我难以轻易相信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淡淡地问，声音里听不出任何情绪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。我想买份礼物送给他，就当是最后的纪念，然后我会跟他好好谈谈，告诉他我们之间的过去已经彻底结束了。我希望你能理解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之后我再也不会和他有任何联系。我望着他，心中充满了矛盾与挣扎。他的话语听起来如此恳切，但我却害怕这又是一场精心编织的谎言。我该如何相信他？如何相信一个曾经背叛过我的人？楚行止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他上前一步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坚定。以堂，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很多，但我真的在努力改变。我愿意用我余生的时间来证明我的真心，证明我只爱你一个人。请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们未出生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我没有回应他的承诺，只是在他去参加苏妍可的生日聚会的当天，叫来了早已联系好的搬家公司。张叔，动手吧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对站在一旁等候命令的管家说道。张叔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有不忍，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
指挥着工人开始拆卸那些充满童趣的装饰。每一件物品的倒下，都像是在我心上重重一击。但我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必须的。林小姐，您真的决定了？张叔的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。决定了，没有回头路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我和楚行止之间，从最初的甜蜜到如今的形同陌路，都是因为我无法承受的秘密。那双胞胎的流产，是我心中永远的痛，也是我们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。儿童房很快就被清理得空空荡荡。我走进书房，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文件袋，离婚协议书、流产手术单，还有那份录音，每一样都沉甸甸的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录音里，楚行止的声音清晰而冷酷，他说：“林以堂，你背叛了我，就算你死，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你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我将这些文件整齐地放在客厅的茶几上，留下一封信，简短地告诉他一切。然后我联系了律师，安排好一切法律程序，确保这场离婚能够尽快且平静地进行。李律师，拜托你了，我希望一切都能尽快结束。我对着电话那头的律师说道，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。林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会尽快处理。律师的声音沉稳而专业，给予我一丝安慰。离开家的那天，我没有回头，只是默默地踏上了前往机场的路。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我仿佛也离开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。我计划在一个远离喧嚣的小县城定居，那里有青山绿水，有宁静的生活。我希望在那里，我能找到真正的自我，疗愈心灵的创伤。我在小县城平静地过了2天好日子。这天，我刚从医院拿药出来，突然，一个黑影从暗处窜出，一把将我拉进了狭窄的巷口。林以堂，你可真是狠心啊！那人的声音透过口罩传来，带着浓浓的恨意。我定睛一看，好像是苏妍可的前男友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惊讶又愤怒地问。哼，林以堂，你害得妍可失去了楚家的一切，现在还想过安稳日子，门都没有。他恶狠狠地说着，仿佛我成了他所有不幸的根源。我冷笑一声，苏妍可自己贪心不足，妄想通过婚姻改变命运，那是他咎由自取。我不过是做了我该做的事，他听不进我的话，只是步步紧逼，眼里闪烁着疯狂的光芒。我知道，今天这一关，我必须得自己闯过去。就在这时，我看到地上有一块碎砖，毫不犹豫地捡起来，用尽全身力气向他砸去。啊！他惨叫一声，捂住脑袋倒在了地上，鲜血从指缝间渗出。我趁机挣脱他的束缚，光着脚，不顾一切地往巷口跑去。那一刻，恐惧、愤怒、无助交织在一起，让我几乎要窒息。救命！救命啊！我边跑边喊，直到看到远处闪烁的警灯，才像是看到了希望。警察迅速赶到，将那个男人控制住，并听取了我的陈述。放心吧，林女士，根据现场情况和您的描述，这属于正当防卫。警察的话语让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那个男人被送进了监狱，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制裁。而我虽然身心俱疲，但总算暂时安全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婆婆。我相信她一定会看清苏妍可的真面目，并做出正确的处理。婆婆，我有些事情必须告诉您。我敲开了婆婆的房门，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。婆婆听后脸色铁青，沉默了很久才开口：“以堂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，我会处理的，你放心吧。”那一刻，
我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我知道苏颜可，她终将为自己的贪婪和恶行付出代价。自打苏颜可那女人因她的所作所为自食恶果，被法律制裁后，楚行止就像失了魂似的，天天满世界找我，企图用他那廉价的忏悔来换取我的原谅。但说真的，每次想到他那副嘴脸，我就觉得恶心的想吐，直接把他拉进了黑名单。眼不见心不烦。某天，手机铃声突兀地响起，屏幕上显示的是婆婆的号码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本不想接，可转念一想，婆婆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伸出了援手，资助我完成了学业，这份恩情我不能忘。于是我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接听键。以堂啊，是我。婆婆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小心翼翼，似乎怕惹我不高兴。婆婆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。孩子，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是我看走了眼，让楚行止伤害了你。你放心，我会押着他去办离婚手续，他根本不配做你的丈夫。婆婆的话里满是自责和坚定。听到这话，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，仿佛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在这一刻找到了出口。婆婆，我哽咽着说不出更多的话。婆婆在电话那头似乎也感受到了我的情绪，连忙安慰道：以堂，别哭，你现在在哪儿？过得好吗？我一直都很担心你。我擦了擦眼泪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轻松些。婆婆，我挺好的，您别担心。我现在在一个小县城，这里很安静，很适合我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婆婆连声应道。以堂，你要记住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楚家永远是你的家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都会在这里等你。听到婆婆的话，我的眼泪再次不争气地流了下来。我知道她是真的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来看待，可是我也清楚地意识到，我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家了。婆婆，谢谢您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，您也要保重身体。我哽咽着说完这句话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挂断的那一刻，我仿佛也挂断了与过去的一切纠葛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